我经常来楼下这家饭馆吃饭，每次结账都多给20块小费。无奈最近手头比较紧，就没有给小费了。老板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怪，同样的价格给我越来越少。奶奶，这几天的菜量好像出错了，之前我点这盘菜都是满满当当的，您看这儿只有3段，是不是后厨上错了呀？没出错，什么价钱对应什么菜量。35元原价付款账单，少20元就是这个量，你爱吃不吃，嫌吃不饱就加钱。我经常来楼下这家饭馆吃饭，这道菜我吃了2年多了，一直都是满满一盘，每次结账都多给20块小费。老两口无儿无女不容易，也算帮衬点生意。一盘肉末茄子。不是吧，这也太离谱了！之前都是满满一盘，我扫了一圈店里其他人的菜，每一桌的菜量都很正常，而且过去几天我的菜量也很少，但是今天尤其过分，刻意敷衍的痕迹太明显。有意思，这是故意针对我。奶奶，这几天的菜量好像出错了，之前我点这盘菜都是满满当当的，您看这儿只有3段，是不是后厨上错了呀？没出错，什么价钱对应什么菜量。35元原价付款账单，少20元就是这个量，你爱吃不吃，嫌吃不饱就加钱。合着他是在计较那20块小费啊！我这人同情心泛滥，喜欢做一些能力范围内力所能及的善事。说实话，这家店的味道一般，可我看在老两口无儿无女，这么大年纪还要自己挣生活费的份上，就经常过来帮衬，甚至还免费给他们做广告。2年来帮他们积累了不少常客。大家跟我一样，都是喜欢做善事的人，都想着反正都要吃饭，那就在这儿吃吧。因此这家快倒闭的店愣是被我们这群上班族盘活了。虽然不能帮老两口致富，但给他们赚个生活费不是问题。而且我每次结账都会多给20块小费，俩人每次都会推拒，我还是给了，直到1周前。最近资金全被套在股市里，手头太紧，实在没办法再给小费了。是不是忘记了什么？菜价没有降低。有没有扫码付款？已经付过去了。第2天我的菜量就开始减少，想到这里我被气笑了。我没想到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人居然这么斤斤计较，我必须说个清楚。奶奶，那20块是我给你们的小费，不算在菜价，给不给是我的个人自由，没人可以强迫我。可你们因为这个克扣菜量就不对了。说的对，每次都是你自愿给的，我们没有逼你，那为什么这1周都没给？那可是20元啊！我家老头子得多炒1碟花生米才能赚回来，你连着7天都没给，他就得多炒7碟，这几天腰都累坏了，光是买药就花了我们50块，都是你害的。妹子，这种老人最难缠，认倒霉吧。我老家也有个碰瓷的老头，也是这个路数。我虽然窝火，却也知道是这个道理。老家有一个老头喜欢开3轮碰瓷别人，有一次把人小孩碰伤了，不愿意赔钱，穿着制服的相关人员来了，他就往地上一躺，说快要死了，加上无儿无女，谁都拿他没辙。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小费，差的菜量也不用补了，就当是我送你的。才20元，亏你还是白领呢，连算术都不会。7天一共就是140块，再加上我家老头的医药费，总共190块。挣多的我们也不要，今天只拿我们应得的。我真是彻底开眼了，2年，整整2年的真心帮衬、免费宣传，天天光顾帮你们盘活店铺，到头来我居然养出了一对白眼狼。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就当这钱，这2年的心意，全都捐出去做善事。借我200。收款200元。拿着，我们不占你便宜。可以呀，1包纸巾30块钱，你们这生意可真够便宜。这地方晦气之极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踏进一步。没想到这事还没完。从那天后，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带去公司，午饭直接在工位解决。说实话，我做的比那家私房菜好吃太多，还省钱。连续带饭1个月，皮肤都养好了，股票也赚了不少。
之前那件糟心儿，我差不多都忘了。潇潇，谢谢你的盒饭呀，真大方！这个月拿奖金了吧？你也太大方了，红烧肉、猪肘子、大鸡腿、排骨样样齐全，素菜还是菠菜这种好菜，还有店家手工清补凉，1碗30块呢，公司全是这个标准。你这下是真发大财了。听说你炒股赚翻了，下次教教我们，我们也想这么大手笔请客。一句句话砸过来，直接把我说懵了。同事们果然都在领盒饭，发餐的人居然就是私房菜那对老口。我再多临时加5份盒饭。潇潇，你也知道我男人不在家，家里的孩子和老人都还没吃饭，我多打包5份回去，给他们垫垫肚子哈。又是李素帆，她在公司是出了名的爱占便宜、气量小、脾气大，贪小便宜贪到极致，连乞丐碗里的钱都想蹭。我工位上的茶包90%都是被她偷偷喝光的。好，没问题，一会儿做好了，我直接给你家里送过去。李姐，我没有请客，你要是想点外卖可以，但钱要你自己付，跟我没关系。不就是多要你5份饭吗？瞧你这小气样！行，你不舍得是吧？我自己给钱行了吧？我真没跟你开玩笑，这饭是他们自己送过来的，我从来没订过餐，从头到尾跟我无关，你自己点的自己吃的，必须自己付款。行，知道了，我自己付。各位同事，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楼下这批盒饭不是我订的，我也没有请客。大家别信他的，饭都已经送到手上了，哪有不吃的道理？先吃再说。哟，姑娘，你看没你的份儿了。反正你习惯去店里吃了，要不跟我们回去点菜吧？这盒饭再好，也不如堂食吃的舒服。店里没多少食材了，做完那5份外卖就没有了，你明天再吃吧。潇潇，等一下，算账吧。你们公司一共点了317份最高规格的盒饭，加上同样多的清补凉，一共72276元，加上你需要多加20元，一共是7861616元。这接二连三的骚操作，直接把我震惊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我真的大开眼界，我真是见过不要脸的，真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。你别想哭穷，我看到你朋友圈了，你说你炒股翻了好几倍，赚那么多，好意思不给这点饭？我居然忘了拉黑他们的微信，我的动态他们一直都看得见。第一，我没在你们这里订过餐；第二，我没说要请客吃饭；第三，我的钱怎么花是我自己的自由，就算我扔进河里不要，也不会给你们1毛。你们这7万多块爱找谁要，跟我没关系。第四，不服报警。混点东西，你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？我们为了做这几百份饭，叫的人想赖账。过来看看，年轻人欺负老年人了，吃饭不给钱啊！想让我给钱帮我订餐的凭证拿出来啊！要什么凭证？就因为你那天在我店里闹，怕这一个我们店里流水的损失，你必须赔。走投无路，就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损招来讹我。要解决是吧？我现在就去解决。同志啊，这姑娘吃饭不给钱，你看300多份饭菜全被公司人吃完了，她愣是不肯结账。今天拿不到这笔钱，我们直接从楼上跳下去，不活了。反正我无儿无女，留在世上也是累赘，我不活了。大爷，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，千万别乱来。张先生，这多什么啊？老板让我赶紧把人弄走，一会儿有重要客户过来谈项目。这边工作你先帮我顶一下，我跟着民警去所里处理完事情就回来。这顿饭的成本把我们的生活费都赔进去了。快8万的金额，我要是认下这个倒霉，他们明天能躺我家里，赖着让我给他们养老，这辈子都甩不掉。我们不容易呀。几百份饭菜成本掏空了我们所有生活费，我们老两口没法活了。2位老人，我再跟你们说一遍，这种行为是违法的，你们冷静一下，好好解决问题。凌潇潇，你完全放心，这件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不需要承担1分钱损失。此事与凌潇潇无任何关系，请各位自觉补齐餐费。虽然你表面上看挺无辜的，可深究下去，你跟这事儿脱不了关系。我一个普通上班族，这次一顿饭就吃了我10天的饭钱。要我说，这事就跟那些喂养野猫的人一个性质，你凌潇潇必须给我赔。老板，我提议扣除凌潇潇的工资来赔付大家的损失。难怪最近事情这么多，原来是他在外头惹了一堆烂事儿。又是老人扯皮，又是天价账单，还闹到警局，真是不安分。怪不得大家都不愿意跟他来往，得罪同事，惹上纠纷，搞得公司都跟着沾晦气，真是太不懂事了。
都安静，安心工作。私人私事与工作无关，没必要私下议论，到此为止。旁人只看风波表象，跟风非议，人云亦云。可惜，这所谓的安稳工作，旁人的口舌是非，我也不打算再留恋了。老板让大家按照警方给的方案做事，大家默默给钱，都没在明面上为难我。可从这天起，我在公司的日子难过了。打印机一到我用就出错。走路偏偏能精准的踩到水渍，摔个半死。每次我要去打水都刚好没水。工位上经常有一些莫名其妙出现的垃圾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新的推广方案，说不定能打开新局面。开会说话也没多少人愿意搭理我。除此之外，李素梅还经常给我发小作文声讨我的行为，说我害她家庭不和谐。甚至还在半夜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听他孩子的哭声。我每天都窝着一胸腔的火回家，夜里还要被他折磨精神，辞职器在脑子里写了100遍。再忍忍，等做完这个项目拿到提成，我就不干了。姑娘，下班了呀？这阵子怎么不来我店里吃饭了？我们店里新出了好几个菜品，你有空可以回来尝尝。正好遇上你了，把你欠的小费结一下。上次那些同事只补了饭钱，一共60多块，快，这点钱对你来说就是9牛1毛，赶紧给了吧。家里有老人要养，这6000块我不能给。你胡说，你净身一人，无亲无故，哪来的老人要养？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赖账。看着这张恬不知耻的脸，想起那些话，我心中忽然生出一计，那么就让魔法对付魔法吧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给钱没完。你要是敢不给，我从此以后就赖在你家不走了。我让你一辈子给我养老。果然是装病卖惨，明摆着就是组团过来纠缠，索要补偿。你就是凌潇潇吧？这么晚才回来，是想活活饿着我们？赶紧进屋给我们做饭。我要吃红烧猪肘子，还要一碗海参汤。他们是你找来的人吧？对你来说，是不是找来的人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你餐馆不就缺客人吗？这下刚好有人上门，不就行了？你什么意思？就是想让你安安分分回去守着你的尽管，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钱财。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你1分钱都别想捞着。快点啊，饿死了都！哎，你别想赖账啊！我儿媳妇说了，接下来1个月你必须养着我们，不然我们直接去法院告你。你都听到了吧？我今天要在家做饭招待老人，就不在外头吃了，麻烦你离开。那不行，你必须今天在我家吃，少在我跟前演戏，我不吃你们这套，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让你们好好见识一下我张青桃的厉害呀！身板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，我汪大可活了85年，还真没怕过谁。有本事你动我一个头发试试！你赶紧给我滚！别在人家家门口拉单坑人！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上门纠缠的不法分子，简直就是社会毒瘤！就是现在，悄无声息。我真是彻底气笑了，跟这种是非不分、颠倒黑白的人，多说一句都是浪费口舌。我终于彻底放弃跟他们讲道理的念头了。那我就当你已经订饭了，一会儿我直接送3份饭过来。你要是不给钱，我就在你家门口哭个够，我直接哭进医院，所有医药费我全都让你出。哎，你家饭菜味道怎么样啊？那还用说，我老头子炒菜是这附近一绝，没人能比。不然这小丫头怎么会常年把我们店当私人食堂？那你们店里有空调不？
我们家是高级私房菜馆，空调当然有。那行，我们跟你去店里吃堂食。对，堂食比外卖划算，吃不饱还能免费加菜。哎呦，我一看二位就是有钱的退休职工，妥妥的上等人，最实货。走，我带你们去坐最好的位置，慢慢点菜。你可别打我们钱包的主意，我们1分钱都不会付的。没错，我们在家都是儿媳妇伺候，儿媳妇买单。这个月本来就是这小姑娘负责养我们，你要收钱只管找她要。放心，反正有人买单，你们只管敞开肚皮随便吃，我绝对不收你们1分钱。果然，无赖和无赖永远是最容易抱团的。这下好了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就让他们互相消耗去吧。总算是暂时脱身了，这群人缠人的本事太可怕，我绝对不能再跟他们耗下去。我立刻联系搬家公司，今天无论如何必须搬走。有钱果然好办事，流程顺朗，效率极高，不到1小时，新房签约、搬家事宜全部敲定妥当。林潇潇，我们知道你在家，赶紧给我开门，我们困了。我可提醒你，我们这一把老身子骨可熬不起夜，你别故意折腾我们。跟他废什么话？一个无父无母的女娃，料他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。苏芬怎么？早就说了，让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这小牛子已经得罪公司所有人，孤立无援，根本不敢猖狂。明天开始，咱们舞蹈队的所有人都去那家私房菜馆吃白食，既能卖人情拉拢大家，还不用花1分钱，多划算！听说他以前吃饭每次都多给20块小费，我们也是老人，凭什么没他的好处？他欠我们的，我们全都要讨回来，把孙子也接过来，一家子天天去吃。就这么办，好好拿捏他。人怎么不见了？东西全都搬空了。看样子是彻底搬走了。没事儿，反正屋里有电有水还有沙发，你们就安安心心住着，守株待兔。我就不信他永远不回来。我是公司老员工，他现在把全公司的人都得罪光了，眼下最缺的就是有人帮他在公司说好话，他绝对不敢得罪我，不讨好我。一个没个又来，这群人死死咬着我不放，想尽办法讹钱拿捏我，真是彻底没救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每天都会收到张老太准时发来的消费账单，一天都没有落下。他们吃的再也不是普通家常便饭，全是进口海鲜、名贵酒水，几千块一只的帝王蟹，随手就点3只，高端白酒更是桌桌必备，天天不断。我心里清楚，为了撑住这波离谱消费，张老太两口子已经把毕生积蓄、养老积蓄全都拿出来进货，硬生生扛着这群人的天价吃喝开销。68万多，零头还抹成了禁衣，道德不嫁玩的挺溜。真以为拿年龄压我，我就会乖乖买单？李姐，说实话，我让你照顾我公婆1个月，你压根一天责任都没尽到吧？当然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照顾他们，管你答不答应，反正他们也快住满1个月了，这次就当给你个教训，教你职场生存的规矩，千万不要随便得罪同事。听说私房菜那老太太每天给你账单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你可千万别辜负人家，记得乖乖付钱哦。我付什么钱？我又没吃过他家半点东西。不过我倒是听说你每天的高端饭菜都是你公婆白吃白喝带回来的吧？前天那只价值6000的帝王蟹味道鲜美，被你吃的跟辣条一样，一口一根，吃的挺香吧？是又怎么样？反正店家认准了你付钱，跟我可没关系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你别忘了，上次所有人都认准我买单，可最后掏钱的是你们这些不听劝告、执意白吃的人。你别吓我，我可不是被你吓大的。我公婆明明住在你的房子里，他们的吃喝开销本来就该你负责。我差点忘了。我那旧房子明明锁得好好的，却被人暴力撬锁强行闯入，
还好我全程装了监控，证据清清楚楚。是你授意公婆私闯他人住宅，我早就报警。20分钟前人就已经被带走了，你应该马上就收到通知了。我已经通知物业了。苏芬啊，那个姑娘看我们私闯民宅，工作人员不放我们，你快想办法替我们摆平。我们一把老骨头，哪里受得了折腾啊？妹子，姐知道错了，是姐脑子糊涂，一时鬼迷心窍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姐这一回。这件事咱们一笔勾销，往后在公司谁要是敢为难你，姐全都给你撑腰。房租、水电所有开销我全部给你补上，我给双倍补偿你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双倍？没错，双倍。这件事要是被我老公知道，我肯定要被他狠狠教训。行，这件事可以私下和解。我已经转过去了，我马上找人去换全新的门锁。收了钱，我就正式给公司递交辞职申请。在新家悠闲的喝茶，没想到事情还没完，2天后，我旧房那边的物业告诉我，我的房锁又被人砸了。凌女士，跟您说个。凌女士，跟您说个事儿，您之前那套旧房的门锁，今天又被人暴力砸坏了。我以为事情到此结束，没想到这群人根本没有半点收敛。凌女士，您旧屋的门锁又被人为破坏了，我们调了监控，您看一下。他们在门口守了整整1天1夜，没等到我，也联系不上我，索性直接暴力砸门闯了进来。凌女士，需要我们现在报警处理吗？先不用，再等等看。接呀，怎么不敢接了？姑娘，你可算是接电话了，别装缩头乌龟了，赶紧把68万账单结了。谁吃的饭，你找谁要钱去？怎么，你是不打算给钱了是吧？我接你这个电话不是来跟你扯账单的，是通知你，我家门锁价值600块被你暴力砸坏，你是转账赔偿还是给现金？凭什么让我们赔钱？你做梦呢！就凭你私自破门擅闯民宅，之前也有一对老夫妻砸过我的门锁，已经照价赔偿了，你可以直接问物业核实。小王，真有这事儿？那2个人真不是你请来的演员？我不跟你废话，1个小时之内不赔偿门锁费用，我直接报警处理。对了，听说那对夫妻今天就要搬家了，你确定你有时间跟我耗着扯皮闹事？什么？他们要搬家？不赔钱，你们今天哪里都不能去。给，100块够了吧？物业，直接报警。别报！刚才我说汪家2老要搬家，其实是我随口胡诌的假话。他们根本没有搬家，只是被我拿捏了心态，慌乱之下直接录了气。3九。李素芬那天把公婆从局子里领回家后，越想越气，发了很多条信息咒骂我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潇潇，呼呼，看我不剥橘子，看我丢尽脸面，你一眼都不要给我走，你早晚要为我今天的事付出代价。我看着满屏的谩骂，心里反倒一点不气，反而有点好奇。他口口声声要我赔偿精神损伤，到底打算用什么手段报复我？潇潇，你快看，李素芬带着她公婆还有家里一堆亲戚，浩浩荡荡又去那家私房菜馆吃饭了，看着架势是要狠狠宰一顿。原来如此，他是打算继续白吃白喝，把所有死人。
把所有损失、所有怨气全都转嫁到我头上，依旧认定最后是我买单。这么精彩的好戏，我可不能缺席。为了不让他们发现，我把车停在离善心私房菜馆隔壁的街道。我决定坐在菜馆对面的咖啡馆。您好，一杯拿铁，靠窗位置。刚坐下就看到张老太夫妻俩拎着食材，笑眯眯地走进饭馆里。看样子李素芬他们点了不少好菜。没过多久，李素芬和她的公婆就带着一档子人进来吃饭了。他们争先恐后的疯狂点餐，看样子李素芬和她的公婆点了不少好菜，她还不忘给我发信息。凌潇潇，你等着瞧，今天我就让你哭，让你长长记性。你们那点心思，以为我看不穿？所有的天价消费都会算在我头上，由我乖乖买单。他从头到尾都没看清局势。1个多小时后，对面传出吵架声。你们这群人太过分了！天天高端海鲜、名酒大餐，连着1个月胡吃海喝，吃掉我店里整整70万的东西，吃完拍拍屁股就想赖账，没门儿！今天谁都别想走，不给钱，一步都不许踏出店门！是不是？你凭什么找我们要钱？我们一开始就说清楚了，我们是来白吃的，是你自己愿意让我们吃的，你爱找谁要找谁要去，跟我们半毛钱关系没有。你别在这里胡搅蛮缠，当天说的明明白白，我们有录音为证。这个月我们是凌潇潇负责养的，所有消费都找凌潇潇，我们1分钱不出，只管敞开了吃。你自己当时也答应了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是你自己说有人买单，让我们随便吃。现在吃完了，你转头找我们要钱，做梦！听到没有？有录音为证，这下你没话说了吧？纯属你自己自作多情、自愿请客，凭什么讹我们？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，凭什么让我们担责？这事跟我没关系。三方互撕，各执一词，所有人都笃定自己不用付钱，所有人都想把锅甩给别人。这场70万的天价烂账，终于要彻底爆雷了。大家都听见了吧？就是他们说的随便吃。张青草气得不轻，手指都发抖了。看着李淑芬一家人的嘴脸，和他们贪得无厌、喜欢占便宜的行为，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全部吃光，张青草夫妇只能默默地掉眼泪。但是李淑芳亲戚肆无忌惮的要求，张青草夫妇爆发了。哎呦，我这苦命啊，这可是几10万啊！我上哪儿要钱啊？去找凌潇潇啊！你们2个老的还怕她一个小姑娘不成？她有的是钱。你们2个老人家还怕拿捏不住一个小姑娘？她炒股赚了大钱，有的是身家，根本不差这点。她要是不给你们，你们就哭就躺下，就说自己身子不舒服，我看她怎么办。你说的轻巧，我们刚刚才被他拿捏，平白无故赔了600块门锁钱，现在我们连他人在哪儿、搬去哪个小区都不知道，上哪儿找他要钱？你们休想调虎离山，赶紧还钱！对，东西都
是你们吃的，你们必须给钱。我们这儿是有监控的，妈妈也是困着呢。有个屁的监控！监控能当账单用吗？就是他干的。对，没错。李素芬也没天理了！这年头还有人明目张胆吃霸王餐啊！欺负我们老两口开店不容易，吃完几十万的东西，转头1分钱都不认了，天理何在啊？大家都来看啊！这是骗人，纯属店家恶意骗人，是他自己亲口让我们敞开肚子随便吃的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从头到尾根本不是我们主动乱吃，每次点高端菜品，什么大闸蟹、帝王蟹、大龙虾、参鸡汤，全都是他们4口主动引导，拼命推销的。我们老两口本来就只想简简单单吃个红烧猪菜塞给我们，是他们一个劲儿劝我们把老家所有亲戚都喊过来捧场消费，我们实在推脱不掉，只有顺着他们的意思来。各位街坊邻居都评评理，我爸妈这段时间被他们逼着天天吃这些高蛋白、白高皱脂的昂贵食材，身体早就吃出问题了。我们都没找他们赔偿身体损失费，他们反倒倒打一耙，还好意思开口要钱，简直太没底线，太不要脸。还有这个离谱苦账单，平安无辜每顿多加20块小费，谁允许他们私自加价收费的？这就是赤裸裸的骗人、恶意欺诈。我身体不舒服，浑身难受。难受。心口疼，被气坏了。哎呦，疼死了！被黑店坑的身子扛不住了！哎呦！大家都往后退，不要破坏现场。几十万饭菜全是你们吃掉的，凭什么1分钱都不肯赔？是你们主动拉我们消费，这笔钱本来就不该我们出。是他的责任，这账单必须他付。对，本来就是他要负责养老请客吃饭的，这笔钱该他出。钱我有，我不缺这点钱，但是我就是不给你们，1分都不会给。凌潇潇无需承担任何消费账单及相关赔偿责任，可以先行离开。全程是店家主动请客、主动推销，我们没有付款义务，你们这属于恶意欺诈，我们还要起诉你们。贪心起，祸根生。所有想靠讹人、碰瓷、道德绑架不劳而获的人，最后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自作自受。张青草夫妇看着这天价账单，决心将钱追回。闹到这种地步，一场官司已经势在必行。这笔钱我们一定要追回来。好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联系老家的亲戚，这个亏我们必须补回来。张庆华，不错，我们帮你把钱讨回来。我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他们3个人吗？家公子家胆，还怕他们3个人吗？这笔账要是能追回来，分你们1半，
全都给你们当辛苦费。李素芬，你给我出来！70多万饭钱是你们一家子吃掉的，赶紧出来还钱，别躲在屋里装死！还钱！现在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别躲着不露头。完了，他们带了一大家人过来堵门，只想要回我们开店的血汗钱。今天不把账结清，我们就24小时守在这里不走。这下真闯大祸了，再不跑要被拖累死。完了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李素芬，出来还钱，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。报警！这一定要报警！大家都散了啊！有什么事儿通过合法途径解决。来，还有合法途径。他们只在门口讨要，不伤人，不私闯民宅。就算被带走，最多拘留几天，很快就能出来，根本拦不住。天天这么闹来闹去，谁都别想安生。既然你们不肯赔钱，不肯认错，那我们就法庭见。告就告，我不怕。本来就不该我们赔钱，看法院能判出什么结果。既然协商没用，那就走法律途径，公道总会有人判。走法律就走法律，我没做错，我不怕告。今天一定要让法官还我们一个公道。我们平白受惊吓、受委屈，必须让他们负责。整件事双方都有过错，并非一方全责，恳请法官依法公正判决。本案双方均存在过错，损失责任各自承担一半。李素芬一方需赔付实际消费账单总额的一半。就算只分一半，数额也高达几十万，不是一笔小数目。总算没让我们白白吃亏。快判决，让和判决！信你队不干了，我搞赔偿。凭什么让我赔钱？我绝对不认，绝对不赔。这个判决不公平，我们坚决不接受。我的钱全都没了。法院判决具备法律效力，拒不履行将会依法追责。家里被你闹得鸡犬不宁，负债累累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笔钱本来是我们的辛苦补偿，能不能分我们一点？当初说好追回欠款分我们一半，现在钱在我们手里，轮不到你们做主。
忙活一辈子，最后落得寄人篱下，真是自作自受。潇潇，我们知道错了，现在过得太难了，求你原谅我们，收留我们吧。当初肆意消耗别人的善意，如今落魄求原谅，早已为时已晚。善意只有一次，被反复算计践踏之后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做人做事，终究要为自己的贪心和刻薄买单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该贪心算计别人。如果当初不较真不纠缠，也不会落得一无所有。一辈子争强好胜，斤斤计较，最后苦的还是自己。人生所有恩怨得失，皆是自己选择的结果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